曾致信马克龙，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法国国宝级女歌手哈蒂离开人世。外媒最新消息，法国国宝级女歌手 Françoise Hardy 于当地时间6月11日因病去世，享年80岁。为此，法国举国悼念。该消息由弗朗索瓦斯的儿子托马斯·杜特隆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他写道：“妈妈走了。”此外，还附上了一张婴儿时期和母亲的合照。据悉，弗朗索瓦斯于2004年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瘤，2019年又被查出患有喉癌，并接受了45轮放疗。由于饱受疾病折磨，他曾多次表达了尽快离开的愿望。就这个问题，弗朗索瓦斯还向总统马克龙写了一封信，希望法国合法化安乐死。2024年1月，弗朗索瓦斯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谈到了无尽的痛苦，并表示自己不害怕死亡。他说：“如果我必须在2024年去另外一个世界，我和其他人一样，希望能快一点，不要太痛苦。”弗朗索瓦斯·哈迪是法国著名歌手兼词曲作者、演员和模特。1962年，年仅18岁的弗朗索瓦斯推出了他的第一首热门歌曲《Tous les garçons et les filles》，并因此成名。在弗朗索瓦斯的职业生涯中，发行了30多张录音室专辑，出演了10多部电影。他也是唯一一位入选《滚石》杂志2023年史上最伟大200位歌手榜单的法国艺人。弗朗索瓦斯不仅是当时的流行偶像和时尚女神，还是耶耶浪潮的领军人物。米克·贾格尔将她描述为他的理想女性。鲍勃·迪伦还为她写过一首诗，收录在他1964年的专辑《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的内页中。其代表作还有《Le Modern Garçon》、《Mon Ami La Rose》等。在得知弗朗索瓦斯·哈迪去世后，法国几乎举国悼念。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文化部长拉齐达·达蒂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他的哀悼。1944年1月17日，弗朗索瓦斯·阿迪出生于被纳粹德国军事占领的巴黎，母亲是一名会计助理，并过着修女一般的生活。父亲年长且富有，管理着一家公司。在阿迪小时候，父母就已离异，母亲担当起了抚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在修道院学习时，阿迪痴迷于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里面总是播放美国歌手演唱的大西洋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歌曲，诸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布伦达、里克里夫、理查德和比利·福瑞。这个电台是我偶然间发现的，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种音乐的名字，但我立刻就爱上它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摇滚乐。一夜之间，它变成了我的全部。2001年，阿迪在接受法国文化节目 Hélène Hazira 采访时说道，当父亲提出要给阿迪买一件礼物作为他高中考试取得好成绩的奖励时，他选择了一把吉他。我发现只用3个和弦就可以创作出如此多的歌曲，这就是我的乐趣。他告诉《观察家报》，有了这些歌曲，阿迪开始参加试镜。害羞的他总是躲在队伍最后面。1961年，在参加 Discworks 公司试镜时，他本想打退堂鼓，并表示会把自己的演唱作品以邮寄的方式寄过来，但节目主持人和歌唱老师米雷耶坚持让阿迪留下。这个举动对我来说非比寻常，我一直觉得自己不符合这个公司需求，但出乎意料的是，试镜的人没有放弃我，他们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签约。阿迪在2001年接受 France Culture 电视台采访时说道，1962年，18岁的阿迪录制了第一首歌曲《所有男孩与女孩》，并于同年10月登台献唱。在节目中，他凝视着镜头，用法语唱道：“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与女孩，成双结对走在路上。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与女孩，体验过幸福的感觉。只有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灵魂遭遇折磨。只有我独自一人，因为无人爱我。”在某个节目中，阿迪指出，比起快乐的歌曲，更喜欢悲伤而缓慢的歌曲。所有男孩与女孩在1963年卖出了200万份。摇滚乐在青少年中备受欢迎，弹奏摇滚乐的人呈爆炸式增长。因女低音声色、充满故事的歌词，阿迪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他用法语、
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演唱，将乡村、民谣、波萨诺瓦、爵士乐和巴洛克流行音乐的元素融入他的歌曲中，创作了许多热门歌曲。阿迪是为数不多被英国人熟知的法国艺术家之一，他的歌曲《All Over the World》登上了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法国杂志 Special Pop 在1967年评价阿迪带着温柔、怀旧和仿佛近在咫尺的声音，成功吸引了无数人。他是成千上万女孩心中的神话。阿迪也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欧洲的耶耶风格的典型人物。耶耶一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12月法国广播电台节目 Salad Les Copines 中，指年轻女孩演奏的音乐类型。音乐风格大多受到 Soul、Blues 及流行音乐的影响。在美国，耶耶被定位为少女团体音乐风格。她之所以在欧洲受到重视，不仅因为这是第一个由女性领导的音乐风格，同时也形成了现今少女偶像的概念。这些少女歌手有着俏皮可爱的外表，诠释的歌词大多有关青少年们的秘密心事，比如法国歌手法兰斯·嘎录制第一张专辑时只有14岁。法国知名音乐人塞尔日·甘斯布称她为法国洛丽塔。从1962年到1969年，阿迪在世界各地进行巡演，最终他决定只专注于录制唱片。我无法克服怯场，所以如果只出唱片，我会非常高兴。阿迪在1971年向欧盟官员埃米尔·诺埃尔解释道。据媒体报道，雅克·杜特隆克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是第一个对他而言非常重要的男人。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经常出差，很少见面。然而，阿迪与杜特隆克的关系以失败告终。阿迪曾公开表示，我只能写深刻的个人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相当忧郁、浪漫的旋律。歌曲是一种表达方式，它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体。正如电影《隔墙花》中的女主人公所说，一切尽在歌曲中，只要以极大的敏感和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它就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感力量。与其说他是作曲家，不如说他是表演家。他在非常重视的旋律中找到了灵感。France Culture 如此评价：我是根据音乐来创作的，所以音乐必须和我产生共鸣。它对我的影响越大，我就越担心，如果没有影响，我就达不到这个旋律所需要的效果。对我来说，有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首歌，灵感就在一瞬间。阿迪曾说道。21世纪初，阿迪患上淋巴癌，被迫暂停职业生涯。几年后，他又患上咽喉癌，健康状况逐渐恶化。2021年3月，他在《费加罗报》上写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同时，阿迪也害怕死亡。他曾对法新社说，死亡只是身体的死亡，它是物质的本质。通过死亡，身体释放了灵魂，但事实仍然是，身体的死亡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我害怕死亡，如同所有人一样。法国一直都禁止安乐死。2016年，法国制定的克莱耶列奥内蒂法禁止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但允许医护人员对那些无法治愈、短期内可能死亡，并且忍受无法平复疼痛的病人实施深度、持续的镇静措施，直至病人死亡。2022年9月13日，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奠基人之一、才华横溢的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瑞士安详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选择了在那里接受医疗协助自杀。这一选择背后反映出了法国与瑞士在对待生命终结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在法国，安乐死尚未被法律所允许，而瑞士则早已对此持开放态度。在瑞士，有一个名为解脱的组织，他们致力于为那些深受病痛折磨、渴望摆脱痛苦的人提供帮助。根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一组织已经帮助了近1400人实现了安乐死的愿望。这一数字不仅体现了瑞士社会对个人选择权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们对生命尊严的深刻理解。而就在戈达尔离世的同一天，法国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就安乐死问题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他们表示，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合法积极协助死亡。
这一表态无疑为法国安乐死合法化的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宣布，将启动关于生命终结的全民讨论。这一讨论将深入探讨安乐死合法化的利与弊，以及如何在保障个人选择权的同时，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在这场讨论中，有一位名叫阿迪的法国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坚定支持者，并在2023年12月亲自写信给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合法化安乐死。阿迪在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他曾经遭受了45次放射治疗的折磨，这些治疗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的唾液分泌停止，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呼吸困难，甚至连日常饮食都变得异常艰难，每天需要花费5到6个小时来进食。阿迪在信中写道，当一个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且无法治愈时，不结束他们的痛苦是不人道的。我希望我的声音能被听见，我希望法律能给予像我这样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他的言辞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痛苦的无奈，也展现了法国人对于个体权利和尊严的执着追求。